直到孙悟空被如来随手击毙于大雷音寺，他才意识到自己这齐天大圣是多么渺小。可身死的他又不甘就这样被六耳猕猴替代，于是他凭借对佛道的滔天怨气，竟突破时光禁锢，重回到了最初的石胎之内。玉帝、如来，你们给俺老孙等着！前世种种，俺老孙要从你们手里一点一点10倍的拿回来。这一世的他决定不再混沌天真，哪怕是自己得到了菩提祖师的真传，遇到如来这种真正的天道大脑，也难逃被轻易抹杀的命运。而造成这一切的根本原因，就是他的妖族身份，天生就比人族缺少一条最重要的心脉，想要正道成圣，基本就是妄想。从古至今，只有女娲大神和上古妖族天庭时期的帝俊，以及东皇太一拥有和人族一样的心脉。正是这天妖之体，才让他们得以正道成圣。再往后的妖族大能，终究因为缺少关键性的心脉而无法更进一步。想通这一点的悟空，并没有选择马上出世，而是在10胎之内运起了8、9玄功，借助仙石10胎吸收天地精华，补全心脉。与此同时的斜月3星洞内，菩提祖师心头猛地一动，伸出右手掐算了一下，命定之徒的命运轨迹竟发生了改变，奇哉怪哉！转眼之间便过去了50年，仙石中孙悟空的身体已经发育完成，最重要的那条缺失的心脉也终于补全。一声轰鸣之声响起，孙悟空从10胎之中纵跃而出。这一世的他刚出生就已是人仙巅峰修为，成为天妖之体的他，只等度过3灾9难之一的末日雷灾，就能进地仙，实力绝非前世能比。凭借着前世记忆，孙悟空很快便来到了花果山。很快他就和满山的猴子打成了一片，唯一不同的是，他知道此生不能蹉跎光阴，不仅是他自己，还有花果山的猴族也要尽快的强大起来。随后他引导众猴找到了水帘洞，然后他第一个穿过瀑布，成为了猴群的领袖。不再是顽劣石猴的他，很快便开始自己的计划。第一就是将8、9玄功的功法口诀传给满山猴群，只不过这套功法对资质要求极高，所以他将其做了简化，修炼起来或许达不到完全版8、9玄功的效果，但仅仅是破凡升仙的话，却要容易多了。至于到底能达到什么境界，就看这些猴们各自的造化了。安排好这一切之后，孙悟空还是决定去菩提祖师门下学艺。原本他准备架起筋斗云往犀牛贺州，可转念一想，又打住了如来菩提的境界，都是天道圣人级别，但懂时空法则的天道圣人也没几个。他要是驾着筋斗云去拜师学艺，自己可能再次被如来洞悉不说，到时候面对菩提他也无法解释。所以他还是老老实实的画着竹筏子去犀牛贺州。前世的经历也让悟空意识到，恩师菩提的压迫感并不弱于如来，暗自发誓此生必须要习得全新的本领。历时2月，孙悟空终于来到了犀牛贺州，装模作样的找人询问了一下，便循着路来到了斜月3星洞前。在见到菩提后，他当即叩首拜师。弟子是东胜神州傲来国花果山水帘洞人士，名唤孙悟空，一心前来求仙问道，还请师傅收我为徒。来人，给我把这满口谎话的家伙赶出去！菩提祖师一听，脸色一沉，喝道：“师傅莫急，弟子并未撒谎，绝无虚言。”孙悟空撇了撇嘴，师傅还是老样子，又来这招，配合一下吧。孙悟空一番说辞，恰好正合菩提祖师心意，更何况他刚才暗暗掐指算过，这命定的徒弟的确是一路乘坐竹筏漂洋过海而来，虽然修为已达人仙顶峰，却并没有动用什么法术，想来是心思质朴醇厚，当即便再次收其为徒。可孙悟空刚要起身，却见侧门之处走出的一道人影，他瞳孔猛地一缩，发现那人竟是牛魔王。前世和牛魔王交手的时候，孙悟空就发现牛魔王的本领和他很相似，他懂法相天地神通，牛魔王也懂，他会72变。牛魔王的变化本事也不弱，在力量方面牛魔王比他还要更强一些。他也问过牛魔王的师承来历，奈何牛魔王却是只字不提，想来应该是跟他一样，离去之时菩提祖师都交代过不得向人提起师承。孙悟空将疑惑暂时抛到了一边，来日方长，日后再慢慢询问吧。一晃时间便过去了7年，菩提祖师又一次在3更天将8、9玄功传授给他。只是这8、9玄功，孙悟空早已经练到了小成境界，不过这话他可不能告诉菩提祖师，解释不清楚啊。忍了1年之后，孙悟空这才放开了对修为的压制，从人仙顶峰向着地仙开始了突破。
他这一突破，天道立刻就有了感应，轰隆隆的雷声在3星洞天之外响了起来。只是如此骇人的雷云，却没有一丝雷电劈下来，似乎被某种无形之力给隔绝了一般。孙悟空心里清楚，是3星洞天的护佑结界隔绝了他的气息，但只要他踏出去一步，末日雷灾立刻就会降临。悟空，你的玄功练得如何了？一达化境，马上就要经历3灾9难之一的末日雷灾了。你这猴儿，竟然知道3灾9难！准备教学的菩提祖师有些意外地看着孙悟空，对此孙悟空只能编造，自己是从藏书阁的古籍中知道。不错，聪颖好学，为师没看错你。既然知道了这3灾9难，当知躲灾不易。为师这里有2门神通变化之道，学成之后可躲3灾9难业障，不沾寸身。天罡36变和地煞72变，不知你愿意学哪一门？地煞72变，孙悟空早已掌握到了精髓，他真正想要学的是天罡36变。师傅，我能一起都学了吗？你个贪心的猴儿，这天罡地煞2门神通变化之道，能学成其一已经是妖天之幸了。你竟然想2样都学，就不怕反倒学得四不像吗？更何况你虽形似人族，却并非人族，比人族少了一条经脉，易学难精。孙悟空知道菩提祖师说的就是妖族比人族缺失的那条心脉，不过这对孙悟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他体内的那条缺失心脉早已经补全了。师傅，你都还没教呢，怎么就知道我学不好？这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你便一并教给我。若我学不会，那是我自己没本事，怨不得师傅。菩提祖师轻轻一看，看着孙悟空那渴望的眼睛，一时心软，便答应了。也罢，你都这么说了，我便将这2门神通变化之道传授于你，能学会多少就看你的造化了。但传授完妙法之后，还是叮嘱了一句：学会之前万不可离开洞天，切记。孙悟空早只花了不到半天的时间，就将天罡地煞的变化之道领悟了个通透。师傅，悟空师弟出洞天去了。正端坐讲道的菩提祖师听到弟子的禀报，脸色一变。孙悟空才练习了半天的神通，就跑出去度末日雷灾，这简直就是在拿自己的小命开玩笑。可3星洞天之外的景象却让菩提祖师眼睛猛然一睁，只见半空之中，孙悟空凌空而立，浩大的天雷从漆黑的云层之中轰出，向着他身上劈来。从他的身上不断的冒出一道又一道的不同身影，被天雷给劈得粉碎。孙悟空的变化之道施展的极为纯熟，没有丝毫的滞涩之处，甚至菩提祖师还注意到其身上冒出的人形虚影也是极为完善，并没有什么缺陷。奇怪，这小猴子真是刚刚学会变化法术吗？怎么比别人习了上千年还要熟练？而且他这样子，分明是已经掌握到了变化之道的精髓了，匪夷所思。妖族和人族相比，缺少了一条最重要的心脉，所以妖族永远都没办法将人族的功法妙诀练到极致。孙悟空却能将这2门神通变化之法融会贯通，掌握精髓，这绝不正常。除非这小猴子是传说之中的天妖之体。菩提祖师那古井无波的道心再次泛起了波澜。若孙悟空真是天妖之体的话，那自己蛰伏多年一直等待的机会，或许就真的来了。整个末日雷灾持续了半个时辰，最终一道巨大的天雷劈下之后，漆黑的云层骤然消散开来。孙悟空只觉得通体舒泰，一丝丝云气自发的在他脚底汇聚了起来，这是晋升到地仙境的表现，但却和其他的妖族不同，显得中正平和，没有丝毫的妖气。愈发看得菩提祖师暗暗点头。孙悟空仰天长笑了起来，出世10载便达到地仙境，和前世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上一世这时候他还在花果山中没心没肺的做美猴王呢。突然菩提祖师来到了孙悟空的身旁，一把抓住了孙悟空的手臂，下一刻2人已经进入到了3星洞天之中。长啸被打断，一口浊气只出了一半。孙悟空胸口那个憋闷啊，一脸哀怨的看着菩提祖师。师傅，这抽的哪门子风？有什么话就不能等他发泄完了再说吗？有人在推算窥视，不能被其发现了。菩提祖师看出了孙悟空的疑惑和郁闷，开口解释道，然后伸手在孙悟空的后背之上拍了一下，一股力量透体而入，将孙悟空堵在胸口的浊气再次给拍了出来。与此同时的灵山大雷音寺之中，端坐莲台之上的如来正在掐算的手指猛然一顿。奇怪，这稀土地界有新晋地仙，本座为何竟推算不出？普贤，须陀罗界中可还安稳？如来佛祖睁眼看向右手坐下的普贤菩萨，询问道。
普贤菩萨神色一变，佛祖好端端的，怎么想起问这个来了？佛祖，须婆罗界之中一切如常。闻言，如来眼中闪过了一道异芒，那看来那位应该还困在须婆罗界之中，并未出乱子。或许真是他想多了吧。转眼孙悟空晋升地仙已经过去了100年，这100年里，孙悟空一直跟随着菩提祖师刻苦修炼。菩提祖师这次可以说是倾囊相授，专门针对孙悟空的天妖之体设计了一系列最适合他的神通术法。这天，孙悟空走出3星洞天的大门，他需要找个地方突破，必须是远离犀牛贺州的地方，免得连累到菩提祖师和一众师兄弟们。因为他隐隐感觉到菩提祖师一直在躲着什么人。结合时空生死神符之中来自异时空的那段记忆，孙悟空几乎可以肯定，菩提祖师是在躲避西天佛门，或者说是躲避如来的探查。只是到底是什么仇怨，孙悟空也不好多问。这100年的时间里，孙悟空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各种法术神通之上，修为并未刻意去修炼。但即便如此，3星洞天之中充沛的天地灵气也依然将他的修为推到了地仙顶峰。他已经压制了很久了，再不找地方突破，大日火灾就要主动来找他了。去哪突破呢？孙悟空跟菩提祖师说了缘由，可菩提祖师只是点了点头，并没有给什么别的意见，这就是放任他自己选择了。犀牛贺州不行，南瞻部洲人口太过稠密，而东胜神州被天庭直管，暂时孙悟空还不想和天庭扯上关系，那剩下的一个选项就只有一个北俱泸州。孙悟空当即唤出筋斗云，向着北俱泸州飞驰而去。片刻后，孙悟空落在了一处山谷湖泊之处，这就是北俱泸州吗？天地灵气比方寸山也不遑多让啊！孙悟空赞叹了一句，心下却是有些奇怪，这只是北俱泸州的边缘地带，就随意的一处山谷之中，并非什么洞天福地，但论天地灵气的浓郁程度，已经和方寸山相当了。可想而知，这北俱泸州的洞天福地又会是何等风光？这样的地方，天庭和西方佛门竟然都不敢染指，实在让孙悟空感到有些匪夷所思。在湖边找了一块僻静的石头盘膝坐下，孙悟空放开了对修为的压制，整个人的气息猛然暴涨了起来，一股无形的波动向着四面传了开去，方圆数里以内动物们都被这股波动给惊到了。就在孙悟空修为突破临界点的一刻，浩大的威压从天穹之上传了下来，一轮红日在空中显化而出，下一刻，点点火星向着孙悟空击射了过来。只是一瞬间，便有数十道火雨击打在孙悟空的身上，一道道不同形态的虚影不断从孙悟空体内冲出，在火雨之中自然烧成飞灰，而孙悟空的身形也向着火雨直冲而上，一举冲出了火雨的范围，浑身上下的衣物没有丝毫的损毁。漫天的火雨在孙悟空冲出的那一刻，化为点点红光消失不见，一股祥云在孙悟空脚下汇聚了起来，顺着其双腿上行来到了腰间。孙悟空整个人就像是下半身包裹在云层之中一般，这是晋升天仙的表现。孙悟空一声长啸结束，心满意足的正要腾空飞起了一开，忽然听到另一端的山谷深处传来一阵呼救声，孙悟空眉头一皱，身形一扭，变成了一只小蜜蜂，落在了树枝之上，向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只见身披兽皮盔甲的凶徒正在村落之中四处烧杀抢掠。你们这些禽兽，阿文不会放过你们的！一个美貌女子向着一众凶徒怒斥道：“你是说那罗文吗？我正愁他不来呢，敢杀我们震天帮的人，他就是躲到天边，我们也要把他揪出来千刀万剐了。”为首的凶徒冷哼了一声，满脸的凶厉之色，上下打量了一下女子之后，眼中忽然闪过了一抹坏笑，说着罪恶的大手向着女子伸了过去，眼看就要触及女子，却被一只带毛的手掌给抓住。接着充满着鄙夷的冷哼声在凶徒耳边响了起来：“欺负女人和小孩，无耻之徒！俺老孙最看不起的就是你们这样的杂碎！”一声冷笑，孙悟空捏起拳头，一拳砸在了凶徒的面门之上。他杀了9头领，砍死他！原本以为剩下的人定然会吓得四散逃跑，没曾想最初的愣神之后，这些凶徒反而被激起了凶性，一个个吼叫着挥舞着武器向着孙悟空打了上来。这些家伙手中的武器之上，原本淡淡的光华凝聚成了一道道的刀芒、旋风和火焰，向着孙悟空击射而来，全都是天地之间的能量元素凝聚而成。孙悟空自认不是什么良善之辈，这些家伙要是跑了的话，他说不定懒得追，可他们竟然还想跟自己硬刚，一拳将一个凶徒连兵器带人打得稀烂。孙悟空后背之上也挨了一下锋刃轰击，虽然并未受伤，但这一下彻底激起了孙悟空的凶性，一声怪叫，整个人化为一团金光，在一众凶徒之中飞速窜动了起来。几个呼吸的时间之后，金光消散，显露出了孙悟空的身形，一众凶徒们直接倒地不起。孙悟空手掌一挥，一道太阳真火从其指尖冒出，将满地的肉身烧成了飞灰，这才满意的点了点头，转头看向了一旁的村民妇孺们。孙悟空想要安慰两句，却不知该说些什么，刚才打的兴起，没注意这些人的安危，以至于误伤了不少，心下微微有些惭愧。恶贼，那命来！呼的一声厉喝从远空之中轰然炸响，下一刻，一阵疾风已经冲到了身后，孙悟空大惊，赶忙一个侧翻，化为一道水流避过了这一击，在数丈之外重新凝聚身形，向着来袭之人看去。只见来人一身素衣青衫，手中持着一把怪异长剑，剑尖只有半截，刚才刺向孙悟空后背的，应该就是这把怪异长剑。敢伤我亲朋，我刮了你！这些人不是我杀的。孙悟空急忙开口申辩，可来人却没有一点听他解释的样子，
招招夺命。孙悟空也恼了，真当俺老孙怕你不成？身形骤然分散成漫天的黄沙，从铺天盖地的剑气之中穿了过去，来到青山男子身后凝聚出身形。孙悟空狠狠一拳砸在了男子的后背之上，将其打得如同箭矢一般飞了出去。好你个恶贼，我还真是小瞧你了！从废墟之中凌空漂浮起来，青山男子满脸冷厉阴沉之色，目光如电，紧盯着孙悟空。不过你就是天皇老子，敢杀我亲朋，今天也休想生离此地！一股强横的气息从青山男子身上升腾了起来，其头顶之上绽放出了3朵华彩，全身上下锐气蒸腾，一道巨大的虚影在其身后隐隐显现了出来。三花巨顶，武气朝元，这家伙是大罗金仙。这北距泸州不是蛮族的地盘吗？怎么会出现妖族高手？还是大罗金仙？青山男子的本体在悟空眼中显现出来，是一只巨大的血红色大蚊子。孙悟空心中顿时咯噔一下，妖族之中花鸟虫蛇修炼成妖仙的不在少数，可从古至今，蚊子能够修炼得到的就一只。封神时期的鸿蒙凶兽血赤黑蚊，自号文道人，该不会就是眼前这家伙吧？孙悟空心底升起了一股惧意，这文道人是鸿蒙凶兽，天地之间第一只得到的蚊子，极为凶悍。若真是他的话，恐怕现在的自己还远远不是他的对手。狗贼，受死！孙悟空在施展瞳术查看文道人情况之时，文道人已经一声厉喝发动了攻击，手中长剑一抖，顿时幻化成了无数拳头大小的血色蚊虫，向着孙悟空一窝蜂的扑了上来，围着孙悟空就是一通叮咬。那形如针管的口气冲击在孙悟空身上，响起了一阵叮叮当当的金铁交鸣之声。孙悟空的8、9玄功已经大成，肉身比寻常的大罗金仙还要强悍几分。虽说比不上前世偷吃金丹之后炼成的不死金身，但也差不了多少。可在这些个血色巨蚊的叮咬之下，还是感觉到一阵刺痛。再这么下去，迟早会被刺破机体。给俺老孙滚开！被一群蚊子围着咬，佛都有火。更何况孙悟空天生就是桀骜不驯，心中的那一点点惧意完全被怒火给冲走了。一声暴喝，太阳真火从浑身毛孔之中汹涌而出。下一刻，火焰伴随着澎湃的大力，向着四面猛然爆炸开来，夹杂着太阳真火的冲击波席卷而过，将所有的血色蚊虫全都给冲成了齑粉。无量他个天尊的，俺老孙跟你拼了！鸿蒙凶兽又如何？大罗金仙又怎样？侯爷爷不发威，你当俺老孙病威啊！孙悟空身形一晃，骤然变得如同山岳般高大，法相天地神通使出，一把抓住了旁边的一座小山峰，直接拔了起来，向着文道人狠狠地砸了下去。大地剧烈地震动了起来，以砸击之处为中心，冲击波猛然扩散开来。孙悟空目光向着一旁幸存的几个村民瞅了一眼，眼中冒出一团金光，将他们笼罩了起来。剧烈的冲击波击打在金光上，荡起了一层层涟漪。金光中的人没有受到丝毫的伤害。孙悟空也说不清为什么会分出精力去保护这些人，难不成自己是被唐僧那臭和尚给感染了？整个山谷几乎都被孙悟空这法相天地神通的全力一击给一平。不过孙悟空的脸上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得意之色。刚才哪一击虽然凶猛，但山峰只是岩石构成的，一砸直接碎了，比起如意金箍棒的杀伤力来差远了。一剑趁手的神兵对战力的提升实在是太显著，这次回去还是直接绕到东海龙宫去，先把如意金箍棒给取了再说。那家伙人呢？尘开始渐渐消散，可消散的烟尘之中却不见文道人的身影。孙悟空心下一沉，然身后传来一阵劲风，刚想躲闪，后背中心之处已经被箍住，一只巨大的血赤黑蚊牢牢地钉在了后心之处。混蛋，给我滚下去！一股刺痛感传来，血赤黑蚊的口气穿透了孙悟空的后背皮肤肌肉，向着他体内刺去。孙悟空惊怒交加，这混蛋是想吸取他的精血。太阳真火从体内暴涌而出，向着血赤黑蚊烧去。孙悟空也没指望能烧死血赤黑蚊，但至少把其从自己身上赶下去。谁知血赤黑蚊身上弥散出了一层血光，硬生生地顶住了太阳真火的灼烧。锋锐的口气已经伸进了孙悟空的丹田气海之中。狗贼，看我把你给吸成人干，不是猴干！恶狠狠的声音从血赤黑蚊身上响起，其刺入孙悟空体内的口气发出了一股极大的吸力。孙悟空感觉体内的精血原力不稳了起来，有种要被离体抽走的感觉。该死的，你这疯子！孙悟空那个郁闷啊，这好人果然不能做，自己这难得做一次好人救了人，结果就被文道人这疯子追杀，连解释的机会都不给自己。大罗金仙级别的鸿蒙凶兽实在是凶悍，连太阳真火都奈何不了他。孙悟空的8、9玄功锻炼出来的强悍肉身，根本挡不住文道人本体口气的穿刺。一股绝望的感觉从孙悟空心底升了起来。重活一世，孙悟空原以为这一世定能洗刷所有的屈辱，让齐天大圣这个名号真正响彻天地之间。可没想到，还没从菩提祖师门下出师呢，竟然就要折在文道人这疯子口中。孙悟空又感觉到了那种强烈的憋屈感，他不甘心，似乎是感受到了孙悟空心底的这份不甘，又或者是因为文道人口气的刺入而感觉受到了侵犯。从进入孙悟空体内丹田气海之中就毫无反应的绿色金感动，一丝混沌气息从金感之上荡起，向着不远处文道人的口气弹了上去。一声怪叫，文道人如遭雷击一般，以最快的速度将口气从孙悟空体内拔了出来，身形倒飞而出，足足20丈，满脸惊恐地盯着孙悟空，眼中满是不敢置信之色。混沌之气竟然能够发出混沌之气，小子，
你体内那是什么宝物？孙悟空也有些惊讶，绿色金胆竟然发威了，解除了法相天地神通，孙悟空变回了原本的大小。他和文道人之间的修为实力差距太大，法相天地神通对其没什么用，身体过于巨大反而灵活性不足，否则刚才也不会躲不开文道人的钉刺。我凭什么要告诉你？孙悟空目光不善地盯着文道人，你这家伙简直就是个疯子！俺老孙救了你的亲朋，你反倒追着我打，真以为你是鸿蒙凶兽，俺老孙就怕了你了？要是俺老孙有一件趁手的兵器，不把你全身翅膀都给你卸了？你救了我的亲朋。文道人一愣，目光向着村落方向看去，一圈金光正在慢慢散去，是孙悟空刚才护住幸存村民的金光。这一看之下，文道人心中顿时咯噔一下，暗叫侥幸。他刚才忙着化解孙悟空的那一下攻击，并伺机反击，忽略了幸存的村民。要不是孙悟空用金光护佑的话，恐怕这幸存下来的几个人早就被刚才那一击的冲击波给打成肉泥了。阿文，真的是这位恩公救的我们，你们别再打了！幸存的村民之中有人向着文道人大喊了起来，正是之前凶徒想要侵犯的女子。文道人一听这话，脸色顿时一变，身形一闪，从空中落到了女子面前。香儿，你说的是真的吗？真是他救了你们？是真的。被称为香儿的女子将事情原本的讲述了一番。文道人的脸色那叫一个尴尬，弄了半天他差点把恩人当仇人给宰了。现在真相大白，文道人恨不得找个地缝立马钻进去。这位道友，谁跟你是道友？孙悟空一肚子的闷气，差点被这臭蚊子给吸死，他哪还有什么好脸色？是，这位兄台，是我罗文太冲动了，误会兄台了，我给兄台致歉，还请兄台大人不计小人过。文道人立刻堆出了满脸的笑容，向着孙悟空连连道歉，一点都没有大罗金仙的架子，弄得孙悟空有些狐疑起来。这家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孙悟空冷着个脸，要不是他实力够强，现在他已经跟归灵圣母一样，被吸得只剩下一层皮了，哪里还有机会站在这里听文道人道歉？这都是误会，我不知道是兄台你救了我的爱妻他们，还以为你是烧杀大火的凶徒，实在是抱歉，冒犯之处还望兄台海涵。对了，还要多谢兄台的出手相助，不知道兄台尊姓大名？你看我这说了半天还不知道兄台的姓名呢。文道人满脸的歉意，低声下气的管一个后辈叫兄台，这还是他文道人出道以来第一次。我叫孙悟空，齐天大圣孙悟空，这名号够霸气。不过说实话，兄台你实力虽然不弱，但这修为……文道人没说下去。孙悟空心里清楚，以他现在刚刚天仙的修为，称齐天大圣的确是给人一种不自量力的狂妄感。我出生才100多年，再过几百年，俺老孙这齐天大圣的名号绝对可以传遍3界6道。孙悟空的眼中绽放着一种惊人的自信之光，看得文道人眼睛一亮。孙悟空说的话更是让文道人大为惊讶。悟空老弟，你才出生100多年啊，竟然就到天仙境界了，天纵奇才啊！于兄师长老弟一些年月，这么称呼不介意吧？孙悟空嘴角扯了扯，算是默认了。好了，道歉就不用了，道谢恭维也不用了，俺老孙救人只是一时兴起，不是想听你道谢。你要能回答我一个问题，之前的恩怨咱们就一笔勾销。悟空老弟，你说，只要是我罗文知道的，一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我就想问问，你刚才说我体内的宝物能释放出混沌之气，那到底是什么级别的宝物？孙悟空这问话一出，文道人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奇怪了起来，有些狡猾的笑了起来。我说悟空老弟，你该不会连自己拥有的宝物是什么都还不知道吧？孙悟空脸色一窘，干笑了2声。文道人一看孙悟空的脸色，就知道他的话戳中痛处。你这宝物我刚才也没细看，说不出什么所以然来。不过能释放混沌之气的绝不是凡品。这样吧，我们把村民们的尸体掩埋之后，找个安静的地方慢慢说。孙悟空点了点头，和文道人一起收敛了村民们的尸身，然后在文道人的引路下，和其妻子阿香以及幸存的4个村民一起进入了山谷深处。一番交谈，孙悟空总算是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给弄清楚。罗文的确就是文道人，鸿蒙凶兽血赤黑纹得道，封神之战之时吸食了归灵圣母和12品功德金莲的3品精气之后，逃到了地狱黄泉的幽冥血海之中。这本就是文道人孕育出来的地方。在文道人之前，幽冥血海之中已经孕育出了冥河老祖，只不过文道人并不知道。回到幽冥血海之后，文道人就直接闭关了，不到1000年就直接斩一尸，达到了准圣前期，意气风发的破关而出，想要一统地狱黄泉，结果却碰上了冥河老祖，在无边血海之中大打了一架。文道人不敌，被冥河老祖直接从准圣前期打落回了大罗金仙境界，仓皇逃出地狱黄泉，又怕被前身为西方教的佛门给盯上，只得逃到了北俱泸州隐居起来。这北俱泸州是蛮族的地盘，佛门的势力传不进来。随后孙悟空询问起了那些个袭击村庄的凶徒的情况。文道人虽说被冥河老祖打落回了大罗金仙境界，但这一身实力还是强悍的可怕。那些个凶徒的本事在孙悟空看来稀松平常，竟然敢来招惹文道人，脑子瓦特了吧？那是蛮族震天帮的人。文道人眼中闪过了一道冷光，蛮族生性好战，不服天地不畏鬼神，大多极为排外，这也是天庭和佛门始终无法将势力延伸进来的原因。我之前和震天帮有一些过节，捣毁过他们2个分舵，本来只是想给他们一个教训，让他们知难而退的，没想到这些该死的混蛋竟然趁我不在前来偷袭。他们的帮主斗震天实力大概有太乙散仙的实力，那罗老哥你怎么不干脆直接将这什么震天帮给灭了？文道人可是大罗金仙的修为，又是鸿蒙凶兽，实力强悍，要灭掉一个最强者只到太乙散仙的帮派，应该不是什么难事吧？我倒是想，
可是阿香不让。文道人叹了口气，阿香的脸上闪过了一抹后悔和恨意。若是早知道镇天帮的人会来偷袭村落，他当初绝对不会拦着文道人，那还等什么？生于天地之间，自当快意恩仇，都被人打上门来了，不打回去灭了他们，还算是男人吗？孙悟空冷哼了一声，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今日若不报仇，日后念头不通达，道心不稳，想要再上层楼便绝无可能了。悟空老弟说的是。文道人看向孙悟空，老弟有没有兴趣和老哥我去走上一遭？当然。孙悟空邪笑了起来，正愁刚才那一肚子的怨气没地方发泄。不过在这之前，罗老哥是不是应该给我指点指点，我这体内的宝物究竟是什么东西？为何我无法操控？这个吗？文道人有些为难的挠了挠头。悟空老弟，我跟你实话实说，你体内的宝物我真没看清楚是什么样。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绝对是先天灵宝，否则不可能释放出混沌之气。顿了顿，文道人又道：当然也不是真没办法，只要再让我仔细看看就行。前提是悟空老弟你得信得过我，需要用这剑刺入你体内观察。文道人说的剑就是他的血色长剑，剑尖如同针孔一般，其实就是他本体血赤黑纹的口气炼化而成的，算是他身体的一部分。只要刺入孙悟空体内，自然能够探查孙悟空丹田气海之中的绿色金感的情况。孙悟空眉头微微皱了起来，他和文道人也是刚刚认识，相互之间的了解并不深，让对方将长剑尖端刺入体内丹田气海之中是一种很冒险的行为。要是文道人心怀不轨或者起了贪欲的话，他可是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短暂的犹豫之后，孙悟空看着文道人重重的点了点头。以他和文道人之间的实力差距，文道人真想对他不利的话，直接动手就是了，用不着做这种小人行径。文道人点了点头，没说什么，但眼中却是闪过了一抹感动之色，有一种找到知己的感觉萦绕胸中，让他把口气炼化成的长剑渐渐刺入体内丹田之中。要冒的风险，傻子都知道。孙悟空这是对他完完全全的信任，才会这么快点头答应下来。悟空老弟，准备好了。文道人心念一动，体内飞出了血色长剑，剑尖变长变细，向着孙悟空的小腹丹田之处刺了过来。控制着剑尖刺入孙悟空体内之后，文道人小心地将剑尖向着气海之内探去。这是什么东西？进入气海之中，向着绿色金杆慢慢靠了过去。剑尖就像是文道人的眼睛一般，清晰地看到了漂浮在气海中心的绿色金杆，看上去像是一节金杆啊，绿色的，这股混沌气息，难不成？文道人猛地想到了一个可能，心中陡然一惊。就在这时，绿色金杆似乎是感应到了剑尖的靠近，猛地射出了一道混沌之气，向着剑尖打了过来。文道人吓了一跳，忙不迭地将剑尖从孙悟空体内退了出来。了不得，了不得啊！文道人从地上跳了起来，满脸的震惊之色。孙悟空一脸懵，这老哥不会是受啥刺激了吧？36品竟是青莲的连金啊！文道人双眼放光，嘴唇哆嗦，一把抓住了孙悟空的肩膀，激动地大喊了起来：悟空老弟，你体内是36品竟是青莲的连金啊！大造化，真是大造化，竟然能得到此等至宝认主！悟空老弟，你将来的前途绝对不可限量！孙悟空也呆住了，现在的他可不是前世那个无知无畏的猴王了。36品竟是青莲，和造化玉蝶同为混沌至宝，这连金身为36品竟是青莲的4大部件之一，继承了36品竟是青莲最少1/4的大道法则和鸿蒙紫气，足可位列先天至宝。现在孙悟空得到了连金，可不是大造化吗？只不过孙悟空现在才到天仙境界，修为实在是太低了一点，对天道的领悟都不够，更别说是大道法则了。虽然机缘巧合得到了连金的认主，但想要将其转化为先天至宝灵活操控，他还不够格。孙悟空终于明白当初自己是多么的幸运，不到地仙境界却能得到36品竟是青莲连金的认可。虽说他现在还控制不了，但总有一天能够控制的，到时候他的成就正如文道人所说的，不可限量。悟空老弟，你体内有36品竟是青莲连金的事情，绝对不能再告诉其他人。文道人一脸严肃地对着孙悟空告诫了起来。老弟，这事儿我们肯定会为你保密，但你一定不能再告诉其他人了，这可是先天至宝，足以让任何人眼红。实话实说，若不是你对阿香他们有救命之恩，我对你又有歉意的话，我都不一定能控制住心中的贪欲。孙悟空重重的点了点头，他很清楚先天至宝代表着什么，那可是足以让圣人都失态的宝物。文道人说的对，这事儿他必须烂在肚子里，哪怕是对菩提祖师都不能提及。罗老哥放心，俺老孙晓得。走吧，我陪你去镇天帮，是时候了结一下仇怨了。孙悟空和文道人驾云向着摩天岭方向飞去，镇天帮的总部在魔云岭的主峰峰顶，两人径直冲进了雷云之中，穿过雷云层，两人在魔云岭的主峰峰顶平台之处降落了下来。什么人竟敢擅闯我镇天帮？镇天帮巡逻的帮众见到两人，心中大惊，高声喝问了起来。回答他们的是一双硕大的拳头和一把锋利的血色长剑，一击将镇天帮巡逻的帮众干掉。孙悟空和文道人迈步向着镇天帮的大门走了过去，赶来镇天帮行凶，杀了他们。孙悟空直接一拳将大门给轰成了碎片。镇天帮的帮众从四面的庭院建筑之中冲了出来，怒吼着向着两人杀了过来，手中各种兵器之上缭绕着不同的光辉，化为各种法术轰向了孙悟空和文道人。文道人身上弥散起了3道光华，将所有的法术都给挡在了体外。三花聚顶，那是全身精气神和大道法则融合之后形成的顶上三花，一般的法术根本就撼动不了丝毫。孙悟空没有文道人这样的修为，他才天仙境界，距离凝聚顶上三花胸中武器还早着呢。不过他也有他的优势，身形100便化为了一道云烟，从各种攻击之中穿行而过，把打过来的各种法术克制得死死的。
一时打了兴起，孙悟空干脆从脑后揪下一缕毫毛捏碎，念了个法诀一吹，顿时变出了数十个分身。有了这些分身的加入，震天帮的帮众们很快就被打得溃不成军。一声轰然巨响，震天帮庭院之中的高塔直接倒了下来，将整个帮派总部压垮了一大半。哪来的抖东西，敢到我震天帮来撒野！猛地一声暴喝从帮派总部之中传出，一道身影冲破房顶腾空而起，向着倒塌的高塔之前飞了过来。人还没落下，大片的金光已经如同密集的暴雨一般，向着地面之上倾泻而来。孙悟空一眼就看出了这些金光全都是一柄柄金色的短剑，完全由金元素能量凝聚而成，极为锋锐。孙悟空的一众分身瞬间被消灭了一大半，你们去把这震天帮的其他人给料理了，记住，一个都不许放跑了。孙悟空已经看出来了，这些震天帮的帮众都是些穷凶极恶之徒，没有一个善男信女，对这样的家伙他自然也不会留情。你是什么人？为何和我震天帮作对？好大的胆子！来人正是震天帮的帮主，太乙散仙境界的斗震天。孙悟空斜了斗震天一眼，俺老孙既然敢来，当然胆子大了，这还用你来提醒我？斗震天气的脸都绿了，好好好，不知死活的东西，本帮主今天不把你斩成17、8段，我就不信斗。孙悟空一声冷笑，整个人如电般窜到了斗震天身前，右拳之上太阳真火缭绕，一拳向着斗震天的胸前狠狠轰了上去。斗震天大怒，挥动手中大刀砍向了孙悟空的拳头，刀拳相交，却是响起了一声金铁交鸣的爆鸣声，一股大力将斗震天震退了一步，其心中不由一惊，这孙悟空好大的力气！一交手，孙悟空便是出了斗震天的实力，这家伙的近战肉搏能力很一般，虽然修为比自己高了一个层次，但只要不让他发挥出修为优势来就行了。孙悟空脚尖在地上一跺，身形继续欺上，再次一拳打了上去，金铁交鸣之声不断响起。斗震天是越打心下越惊，孙悟空的肉身强悍程度完全超过了他的预料，论修为他可是比孙悟空足高了一级，结果交手下来反而是他被压得节节后退，不能跟这猴子拼尽身战。斗震天手中长刀猛然一震，一股动荡波从上面传出，化为水流模样席卷住了孙悟空的身体。孙悟空心下一惊，太阳真火瞬间遍布全身，准备抵挡水流力量的冲击，结果这水流只是将他的身形给推了出去，并没有什么太大的破坏力。不好，这混蛋是想拉开距离打。瞬间醒悟，孙悟空运起仙元力猛然一震，将缠绕着自己的水流震散，想要冲上前去，却见斗震天长刀挥舞间荡出了一道道的旋风，从四面八方向着他席卷过来，将其身形一下子挡了下来，一步都无法移动。悟空老弟，我来帮你。文道人一看情况不对，立刻高声喊了一句就要加入战局，却被孙悟空给拦住了。不用，俺老孙能应付。罗老哥你在一旁看好了，看俺老孙怎么教训这孙子。不过就是个太乙散仙而已，前世修为比自己高的对手又不是没遇到过。身形一晃，一道人影从孙悟空体内走了出来，这是分身神通的分身，除了不能再次动用分身神通之外，其他包括战力、肉身强度等，和孙悟空完全一般无二。分身一出，两相合力之下，一击就将所有的旋风都给震散了。孙悟空和分身一左一右暴冲而出，向着漂浮在半空之中的斗震天如同利箭一般射了上去。什么？怎么可能？斗震天大惊，慌忙催动法术凝聚出暴雨一般的冰刀，向着孙悟空和分身射了上去。孙悟空一声轻喝，其分身身形100化为了一面盾牌附着在了左手之上，所有射来的冰刀全都被盾牌给挡了下来，身形没有丝毫的停顿，径直冲到了斗震天身前，在其惊愕万分的目光之中，狠狠一拳砸在了对方的面门之上。太阳真火爆发，瞬间便将斗震天整个人都给点燃了。斗震天惨叫了起来，身形被打得倒飞了出去，像一个大火球一般直射雷云层。还没完呢！孙悟空冷哼了一声，以更快的速度追到了斗震天飞射的前方，360度旋转飞踢，一脚狠狠地踹在了斗震天的后背之上，将其直接又给踹了回来。身上燃烧着的太阳真火更加猛烈了几分。天杀的猴子，我跟你拼了！斗震天强忍着前胸和后背的剧痛，想要扑灭太阳真火，可太阳真火哪那么容易扑灭的？拼尽全力也只能勉强抵挡真火的灼烧。斗震天绝望了，随之而起的是一种同归于尽的怒火。狂暴的气息从其身上升腾而起，四周的天地灵气和元素能量全都向着斗震天身上汇聚而来，充满了一种毁灭的味道。斗震天整个人的身形开始鼓胀了起来，想要自爆。孙悟空瞳孔微微一缩，继而眼神变得愈发的冰冷。俺老孙可不会让你得逞，给我破！身形一动，孙悟空和其分身同时柔声扑了上去，伸出手指点在了斗震天的前胸和后背之上，力量向着斗震天的身体冲去。斗震天此刻身体的防御力基本为零，被孙悟空及其分身直接在前胸后背之上开了个小洞。斗震天原本聚拢起来的天地灵气和元素力量这下全都消散了开来，膨胀起来的身躯也跟泄了气的皮球似的变回了原样，眼中满是惊恐之色。太阳真火顺着孙悟空破开的血洞钻了进去，灼烧起了他的五脏六腑。他现在已经完全没有还手抵抗的能力了，让你压嚣张！还没等斗震天惨叫出声，孙悟空一巴掌呼在了其脸颊之上，将其在空中打得跌溜溜旋转，抛飞了出去。文道人看着半空之中像个皮球一样被打得来回翻滚的斗震天，嘴角忍不住有些抽搐。原来这才是孙悟空真正的实力，看样子和他交手的时候，孙悟空还是有所保留了。不然分身神通使出来的话，就算敌不过他，也不会被他那么轻易就给制住。斗震天已经完全失去了反抗的能力，到现在他都不明白，这到底是哪儿跑出来的煞星，怎么就盯上了他们震天帮了。
这是斗震天发出的最后一声嘶吼，饱含着不甘和无尽的怨怒。随着他的身躯被太阳真火彻底吞噬，化为一团耀眼火光之后，慢慢燃尽，消失在了半空之中。眼见着连最强的帮主都被孙悟空给打得形神俱灭，震天帮的帮众们终于害怕了，一个个怪叫着四散逃去，杀一个不留。孙悟空可不想以后什么时候被这些震天帮的帮众报复，就算他自己不怕，万一幸存者盯上他身边的人呢？花果山那些猴子猴孙们可没他这么好的身手，他也不希望花果山变成第二个被屠戮的村落。帮派总部被孙悟空整个拆得七零八落之后，一把火直接烧成了灰烬。北距泸州边缘山谷的桃花阵中，孙悟空向着文道人和阿香几人辞行，准备返回三星洞天。孙悟空化为一道流光腾空而起，飞快地消失在了天边，驾着筋斗云在云端飞驰着，眼瞅着就快到犀牛贺州地界了。孙悟空忽然一个急刹车停了下来，不对，师傅可是天道圣人，圣人可以沟通天道，难保算不到俺老孙和罗老哥见面的事，那我可就害了罗老哥了。孙悟空眼睛转了转，有了决定，得找一件事儿将这事儿给掩盖下去，转移师傅的注意力才行。如意金箍棒就这么定了。方向一转，孙悟空向着东海方向飞去。东海龙王敖广手中的九彩琉璃盏忽然脱手摔落在地上，砸得粉碎。正纳闷着呢，巡海夜叉急匆匆的外面跑了进来。大王，外面来了个天仙，名唤孙悟空，自称是大王您的邻居，眼瞅着就要进来了。敖广有些错愕，眼睛转了转后吩咐龙子龙孙、虾兵蟹将们整点一甲，随他一起出门相迎。刚走到门口，孙悟空已经穿过水晶宫的水幕，落在了宫门之前，向着敖广嘻嘻一笑：“老龙王，好久不见啊，还记得俺老孙不？”这位上仙看上去有些面生，不知从何而来。敖广愣了一下，这人谁啊？怎么一副跟自己好像很熟的样子？完全没印象啊！老龙王，你就想在这大门口跟俺老孙问话吗？孙悟空没回答，只是笑眯眯地看着敖广。敖广连忙将其迎进了水晶宫中，上座献茶之后，再次好奇询问道：“不知上仙几时得道，从何处来？”“俺老孙就住在你东海隔壁的花果山水帘洞天，这些年在外修行，今日特意来看看老邻居，顺便讨要一件顺手的兵器。俺老孙可是听说，老龙王你这东海龙宫之中宝贝颇多，老龙王你又是贤能好客之人，想来应该不会让俺老孙失望吧？”“这是自然，不过是一件兵器而已，上仙只管挑选便是。”当下命手下的虾兵蟹将们接连抬来了数件兵器，孙悟空都说不合适，他本就是为了如意金箍棒而来的，怎么会看得上敖广手中的这些寻常兵刃？敖广顿时犯难了，他宫中兵刃是不少，可却没有一件让孙悟空感觉趁手满意的。眼瞅着孙悟空这架势，得不到趁手的兵器是不会走的。敖广揪着自己的龙须，一脸苦涩：“大王，咱们龙宫里不是还有一块神铁吗？就是大禹治水的时候留在天河定底的那块神针铁啊！这猴子不是说太轻吗？那块神铁可是重得很，只要他能拿得动，便让他扛走。怎么改造那是他的事情，跟我们无关，只管打发走就是了。”敖广听了点了点头，将情况向孙悟空说了后，孙悟空心下暗喜，面上却故作镇定的微微点了点头，跟着敖广来到了海眼之处。敖广指着海眼之中那金光万道之处说道：“那放光的就是神铁了。”孙悟空眼睛一亮，身形一摆，向着海眼之中游了过去，来到如意金箍棒之前，轻抚着棒身，低声呢喃了一句：“老朋友，好久不见了。”如意金箍棒发出了一阵共鸣的抖动，孙悟空将如意金箍棒变成丈二长短，碗口粗细拿在了手中，一直在体内丹田气海之中的36品竟是青莲莲经忽然有了反应，散发出了一股波动，顺着经脉向着孙悟空的手掌之上涌去。顿时如意金箍棒再次变小，变得比绣花针还小，竟是直接顺着经脉冲入了丹田气海之内。36品竟是青莲的莲经化为了一团混沌雾霭，将如意金箍棒给笼罩在了其中。一丝丝的混沌雾霭开始向着如意金箍棒之上缠绕而去，原本棒身之上篆刻的道纹开始出现了变化。这是怎么回事？孙悟空愣住了，事情再一次出乎了他的预料。他原本只是想来取回趁手的神兵如意金箍棒的，没曾想这如意金箍棒竟然被吸入丹田之中了。看这样子是36品竟是青莲的莲经，正在和如意金箍棒相融合，这是要提升如意金箍棒的品阶啊！只是谁知道这融合升级什么时候能完成啊？在这段时间里，自己不又没有趁手神兵了吗？孙悟空此刻的心情可以说是悲喜交集，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叹气。跳出海眼，向着东海龙王敖广道了抱拳，道了声谢后，径直向着海面之上窜去。东海龙王敖广有些发愣，那么一大块的神针铁忽然变小，消失不见。他正想好好询问情况呢，孙悟空竟然就这么离开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难不成那神针铁真是了不得的好宝贝？这猴子怕自己反悔不给，所以直接脚底抹油溜了。半日之后，斜月三星洞门前，孙悟空蹲在老松树上，有些烦躁地挠着头，始终不敢走进去。原本是想去东海龙宫取得如意金箍棒，让菩提祖师把注意力转移到如意金箍棒上来的，没曾想如意金箍棒竟然被36品竟是青莲的莲经给看中吞了。现在正处于融合升级之中，孙悟空根本就控制不了。那他要怎么跟菩提祖师讲述这几天的情况？以菩提祖师之能，掐指一算，文道人的行踪会暴露不说，36品竟是青莲莲经的事情，说不定都会被推算出来。到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孙悟空想想都觉得头疼。不管了，猴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说不定师傅根本就不会去推算，就算推算也算不到呢。纠结了很久之后，孙悟空咬咬牙，迈步走入了洞天之中。菩提祖师正坐在高台之上讲道。
孙悟空心下没底气，也不敢打断菩提祖师的讲道，缩手缩脚的坐到了末尾的一个蒲团之上。少请菩提祖师讲道完毕，目光移向了孙悟空，眼中闪过了一道金芒，开口唤道：“悟空，你回来了。”师傅，弟子已经度过大日火灾，突破到天仙境。孙悟空赶忙站了起来，向着菩提祖师恭恭敬敬的行了一礼，回道：“不错。”菩提祖师点了点头，眼神却有些奇怪，看得孙悟空头皮有些发麻。顿了顿后，菩提祖师站起了身来，转身向着后殿走去。不过一声传音却飘进了孙悟空的耳中：“悟空，跟为师来后山。”孙悟空心下咯噔一下，师傅肯定是算出点什么来了，这是要让自己去老实交代吗？怀着一颗忐忑之心，孙悟空乖乖地站了起来，往后山方向去了。孙悟空来到后山大瀑布下的水潭边，菩提祖师正背对着他迎着瀑布站着，听到脚步声后并没有回头，而是轻轻开口道：“来了，说说吧，这几天都干什么了？”孙悟空心下一突，菩提祖师果然还是算到了，不过他还是挣扎了一下，没干什么，弟子就是找了个地方躲灾渡劫而已。菩提祖师转过了头，脸上的表情似笑非笑的，忽然伸出手在孙悟空头顶狠狠弹了一指头，口中笑骂道：“好你个猴，还敢跟祖师我这儿耍心眼！师傅，弟子真是不清楚您在说什么。”孙悟空决定死扛到底，菩提祖师算到什么他就承认什么，没算到的坚决不能自己吐露。不清楚，我看你是装糊涂吧。菩提祖师白了孙悟空一眼：“你和那文道人之间是怎么回事？别告诉我你没跟他见过。”孙悟空心下一叹：“罗文老哥，可不是俺老孙不想帮你保密，实在是师傅他老人家太过神机妙算了，你自求多福吧。师傅你知道了，你还知道些什么？一切说出来吧，就别在这儿吊着了。怎么，你还有其他事情瞒着我吗？”菩提祖师眼睛微微一眯，孙悟空赶忙摆手摇头：“没有没有，弟子怎么敢呢？”心下却是暗暗松了口气，看样子有关36品竟是青莲连经的事情，菩提祖师并没有算到。天道圣人的推算也不是万能的嘛。算了，你不说为师也不逼你，现在把你跟那老蚊子之间的情况交代交代吧，你怎么和他混到一起去的？那家伙可不是善茬儿。孙悟空偷偷瞅了菩提祖师一眼，其脸上似乎并没有多少怒意，而且听这意思，好像菩提祖师也没有找文道人算账的意思。师傅，其实吧，这事儿是因为一个误会引起的。原来如此，那老蚊子这些年来竟然一直躲在无边血海里，难怪我找不到他。孙悟空将情况简单说了说，挠了挠头。孙悟空还是没忍住心中的好奇，开口问道：“师傅，罗大哥当初可是将12品功德金莲吸收了3品的精气，你不恨他吗？那老蚊子还真是什么都跟你说了，看来你跟他的关系处得不错。”菩提祖师有些意外地看了孙悟空一眼，即便他是天道圣人，可以沟通天道进行推断，也只能推断出大概情况，并不能事无巨细全都算到。以文道人当年表现出来的嗜血凶性，竟然能和孙悟空说这些，两人之间的交情不一般啊。师傅，罗大哥可是怕你怕得要死，就怕你去找他麻烦。我怎么看你好像并不仇视他吗？我为什么要恨他？就因为他吞噬了12品功德金莲的3品精气吗？菩提祖师笑了起来，那是他的缘法，何该那3品精气由他所得？本祖师像是那种小家子气的人吗？更何况我还要谢谢他吸走了那3品精气，否则的话……菩提祖师说到这里顿住了，孙悟空却是听出了一些弦外之音，追问道：“否则的话什么？”没什么。菩提祖师显然是有所隐瞒，不想多提。孙悟空只能无奈地撇了撇嘴，不过在他心里却隐隐有了一个大致的猜想，而且越想越觉得很有可能。菩提祖师不愿多说，孙悟空也只能就此打住，不过心里却是暗暗下了决定，这事儿他迟早会查个水落石出的。一晃又是100年过去，从踏入天仙境界开始，孙悟空就有意压制自己的修为，提升速度。天妖之体的确是得天独厚，修炼人族功法不会有丝毫的阻滞，可是修为提升太快并不是什么好事。前世孙悟空仗着天资聪颖，只花了10几年的时间就跨入太乙散仙之境，接连度过3灾，看似天纵奇才，其实根基并不牢靠，这也导致了他后来修为进极其的缓慢，甚至出现倒退的情况。在学到足够厉害的本事之前，孙悟空可不想像前世那般太早跨入太乙散仙境界，免得被菩提祖师强制性赶出去。悟空这小子真是事事出人预料啊！菩提祖师漂浮在瀑布崖顶之外，猴性顽皮，孙悟空也不例外。不过这些年来，他都在很努力地克制着自己的顽性，将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了领悟天道法则，提升自身战力之上。这一切菩提祖师都看在眼中。抛开天资来看，他还真没见过比孙悟空更加刻苦、更加努力的。悟空，你过来一下。菩提祖师向着孙悟空招了招手，将孙悟空叫到了面前。悟空，你在我门下修行多少年了？221年。孙悟空答道，眉头一动，忽然觉得有些奇怪。师傅，你怎么忽然想起来问这个？你该不会是想让我离开了吧？你这猴的确是聪慧过人。没错，你的确到了该离开的时候了。菩提祖师点了点头，手一挥阻止了孙悟空的发问，继续道：“为师看得出来，你是在刻意压制修为境界，想要在天仙境界打好根基。这想法不错，但凡事过犹不及。你现在几乎已经达到了天仙境界的极限了，想要有进一步的领悟和提升，就需要在度过3灾之中的最后一灾黑日风灾，这样才会受到天道的认可，得以接触更深奥的天道法则。可是师傅，弟子还想多多聆听您老人家的教诲呢。”悟空，你在想什么？师傅心里明白，我辈修道之人，缘起缘灭分属平常，不必做此小儿女之态。菩提祖师笑了起来，这些年来你已经将唐书阁之内的古籍秘典都记得差不多了，虽然现在修为境界不够，还无法理解，但总有一天会融会贯通的。为师已经没什么可以教你的了。师傅，你知道我在偷偷记古籍上的内容？孙悟空这话刚出口，就知道自己问了一个很傻的问题。以菩提祖师的本事，他那点小九九怎么可能瞒得过？
只不过菩提祖师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揭穿他罢了。见对方并没有责怪他的意思，这才大着胆子继续道：“师傅，藏书阁里有一本道藏秘典，我只记住了其中不到1/5的内容，其他的怎么也记不住。当时好像记住了，过后又忘了。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你当真将道藏秘典记下了1/5？”菩提祖师眼中闪过了一抹惊讶之色，原本微合的双眼猛然一睁：“当真啊？有什么问题吗？”孙悟空有些奇怪，菩提祖师怎么这么大的反应？菩提祖师没说话，紧盯着孙悟空看了好一会儿之后，忽然展颜笑了起来：“好，我果然没有看错人。悟空，你的悟性亘古少有啊！随我来。”脚下浮起一团云气，菩提祖师向着藏书阁飞去。孙悟空连忙跟了上去，直觉告诉他，菩提祖师肯定是想给他什么好东西，这种好机会可不能错过了。跟着菩提祖师来到藏书阁，菩提祖师在摆放道藏秘典的最高一层阁楼之中停了下来，抬头看向这最高一层阁楼之中唯一漂浮着的一本古籍，这就是孙悟空所说的道藏秘典。整个3星洞天之中，能够踏入这藏书阁最高一层之中的人少之又少，只有孙悟空是例外。菩提祖师并不限制他看什么书，除了和分身对打磨练战技战力之外，他基本上就泡在这藏书阁之中了。藏书阁大大小小上千本古籍，基本都被孙悟空给看了个通透，只有这道藏秘典是例外。悟空，这就是道藏秘典，你知道为什么没办法完全记住这道藏秘典之中的内容吗？菩提祖师看向孙悟空轻笑道：“因为这本书里的内容全都是用大道符文记录的，不领悟相应的天道法则的话，根本就不可能记住。”孙悟空一愣，旋即明白了菩提祖师的话意，这道藏秘典并非是由文书写而成的，而是由大道符文镌刻其上的，除非领悟相应的天道法则，否则根本不可能看得懂，更别说将其给记忆下来了。难怪他之前看了那么多遍，很多地方总是云山雾罩，看完直接就遗忘了。悟空，你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为师今日就再助你一臂之力，将这道藏秘典的大道符文打入你体内，供你日后自行领悟。果然，菩提祖师并非只是向孙悟空讲解道藏秘典的秘，而是要将道藏秘典之中的大道符文强行打入孙悟空体内，这样他就算还没有领悟相关的天道法则，也能将其给记住，以后修为境界提上去了，自可慢慢领悟。弟子多谢师父大恩。孙悟空大喜，当下双膝跪地，向着菩提祖师恭恭敬敬地叩了3了响头。以大道符文书写成的道藏秘典，这绝对是菩提祖师压箱底的本事了，现在全都交给了自己，这可是前世从未有过的事。孙悟空心中对菩提祖师的感恩之情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好了，起来吧。菩提祖师一挥手，一道道大道符文从道藏秘典之中飞了出来，从孙悟空的眉心之中灌入了进去。整个道藏秘典的传授持续了足足半个时辰的时间，道藏秘典之上的光芒开始减弱，不再有大道符文从其中飞出。孙悟空的身形漂浮在离地3尺的地方，和道藏秘典持平，双眸紧闭。菩提祖师清楚，孙悟空还在适应进入泥宫丸精神空间之中的大道符文。足足过了3天的时间，孙悟空总算是从玄妙的状态之中清醒了过来，睁开了眼睛，一道璀璨的金光在其眼底一闪而逝，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菩提祖师打入他泥宫丸精神空间之中的所有大道符文，都被时空生死神符给吸收了。菩提祖师并不在藏书阁之中。悟空深吸了一口气后，身形一闪出了阁楼，见到菩提祖师正站在藏书阁之外，看样子你已经适应了，比我想象的要快。菩提祖师转过了身来，看着孙悟空笑了起来：“悟空，你在我门下200多年，为师一直没给过你什么法宝，现在到你离开的时候了，为师便再给你一个馈赠。至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法宝，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说着，手掌一晃，一个散发着青光的光门显现了出来。这是通往3界秘藏之地的通道，里面有开天辟地以来遗失其中无人认主的各种法宝，你自行前往挑选属于你的法宝。100年之内，不管有没有挑选到合适的宝物，都会被传送出秘藏之地。菩提祖师顿了顿后，看着孙悟空的目光之中闪过了一抹慈色。悟空，此番一别，你我师徒或许便再无相见之期。日后无论你闯出多大的名头，或者惹出多大的祸端，都和我方寸山无关，不可向他人提起和我的关系。你记住了吗？菩提祖师果然还是不许他跟人提起师承和门。孙悟空心下一痛，眼睛一下子就红了，重重的跪倒在地，给菩提祖师磕了3个响头之后，站起身来，转身走进了光门之中。悟空，别怪师傅，非是师傅狠心，这都是为了你好。若你真有一天能够达到我这境界的话，我们师徒未必没有再见之日。菩提祖师口中的秘藏之地，一道光圈通道忽然在半空中显现而出，孙悟空的身形从其中摔落了出来。这3界秘藏之地的重力比3界之中大了足足10倍。孙悟空刚从通道之中冒头，就觉得浑身像是猛然变重了似的，脚下一空，一头从半空之中栽了下来。这什么鬼地方？怎么这么大的引力？灰头土脸的从摔出的大坑里爬出来，抬眼看去，四周都是一片灰蒙蒙的。这就是秘藏之地吗？师傅不是说这里有很多开天辟地以来的宝贝吗？怎么俺老孙一个都没看到？在秘藏之地这鬼地方，除了重力奇大之外，各项感知能力也都受到了限制。孙悟空查探了一圈，也没发现这里有什么宝贝。菩提祖师该不会是拿他耍着玩吧？孙悟空迈步向着前方走去，10倍重力可不是那么好适应的，在适应之前，他恐怕是没办法再驾驭了，只能靠这2条腿慢慢走。在秘藏之地走了整整3天，四周的景物没有丝毫的变化。孙悟空觉得有些不对劲了，他这说是在走，其实已经暗暗施展了缩地成寸的神通。这3天下来，怕是从东胜神州到犀牛贺州都可以逛一遍了，可却依旧没有看到这片草地的尽头在哪里。按道理说，这里是3界的边荒地带，应该没有这么广阔才对吧？
这里很不对劲，难道有什么天然阵法不成？孙悟空停下了脚步，盘腿而坐，墨韵神念开始推算起来。这些年来，三星洞天藏书阁之中的古籍都被他看得差不多了，其中就有很多关于阵法禁制之类的。这一推算，还真让他察觉到了一座天然大阵，而他就在这座大阵之中。还好俺老孙这些年有研究阵法，否则的话，岂不是要被困死在这鬼地方？孙悟空没花多少功夫就把握住了大阵运转的规律，调动体内的元力，向着右前方10米开外狠狠打了上去。这是天然大阵运转到这一刻最薄弱的地方。孙悟空这一拳打上去，顿时轰破了大阵屏障，直接破开了一个半人多高的大洞。不敢怠慢，身形一闪，孙悟空直接从大洞之中钻了出去，逃出了大阵空间。什么人？刚刚钻出大阵空间，一张大脸就闪现在了孙悟空面前。孙悟空本能的一脚直接踹了上去，一声痛呼声中，一个身穿紫色长衫的男子惨叫着被孙悟空一脚给踹飞了出去。你是什么人？为何要装神弄鬼的吓唬俺老孙？孙悟空没有丝毫的停留，直接一个箭步抢了上去，伸手按在了来人的琵琶骨处。只要男子有什么不轨举动，他会立刻将其琵琶骨击穿。谁吓你了？是你一出现就动手打人，你还恶人先告状了。男子一脸的郁闷之色，也隐隐有些愤怒。把你的手拿开，不然我可不客气了。还挺狂，俺老孙倒要看看你怎么个不客气法。孙悟空眉头一挑，他一向是吃软不吃硬，这男子好好说话还好，竟然开口威胁他，这是挑衅啊，有木有？男子冷哼了一声，浑身上下忽然泛起了一股凌厉的剑气，猛然向着孙悟空的手指刺了上来。孙悟空心下一惊，本能的也发动了攻击，元气化为太阳真火从指尖冲出，向着剑气迎了上去。一声爆鸣，孙悟空指尖一痛，忍不住后退了2步，有些讶然的看着男子。剑仙，男子的修为在太乙散仙境界，但散发出的剑气破坏力却极强。孙悟空前世也见过天庭之中的剑仙，但却没有任何一人的剑气有他这般的破坏力。竟然没受伤，男子也有些惊讶。他的剑气一向无坚不摧，没想到竟然和孙悟空拼了个旗鼓相当，这是个劲敌。两人几乎同时在心里下了这么一个判断。孙悟空和男子看向对方的眼神都变得凝重了起来。下一刻，孙悟空抢先出手了，双拳缭绕着澎湃的大日真火，向着男子如风如魔的打了上去。兄台，且慢，有话好说。男子名为洛白，是个剑仙，平生除了剑之外，最喜欢的就是2样东西：酒和诗。每次战斗之前都要吟诗一首，饮酒3杯。何时像现在这样直接被人逼着说打就打了？心中那叫一个郁闷，一股怒火也噌地燃了起来，浑身上下陡然爆发出了惊天的剑气，一柄双雪长剑从其眉心之中飞出，向着孙悟空飞刺了过来。长风起云飞扬，独行天地笑痴狂，人痴狂不自量。长风当歌剑当扬，轻吟之声伴随着长剑的飞刺响起，仿佛是吻合了某种韵律一般。双雪长剑之上陡然荡起了一丝丝如风的剑气，动如灵蛇一般避过了孙悟空带火的双拳，向着他全身上下猛刺而来。一连串密集的金铁交鸣之声响起，孙悟空在一瞬间身上就不知道中了多少剑，疼得他一阵龇牙咧嘴的。他的8九玄功已经大成，但终究还未大成。这些风灵剑气虽然伤不了他，但疼痛却是难免的。痛死俺老孙了！混蛋，俺老孙饶不了你！孙悟空自逆转时空重生出道以来，除了不敌文道人之外，何曾在他人手下吃过亏？当下心中狠劲发作，脸上凝色一闪，身形一摆，使出了分身神通，分身从体内冲出，同时施展了法相天地神通，变成了万丈高下。分身再次一晃，便做了一根巨大的铁棒，握在手中，向着洛白就是狠狠一棒砸了下来。吃俺老孙一棒！如同天柱一般巨大的铁棒，携带着雷霆万钧之力从天而降，向着洛白砸下。无可匹敌的气势牢牢锁定住了洛白，其根本就没有闪避的空间，除了应接别无他法。这猴子怎么这么变态？洛白的脸都绿了。转眼之间，孙悟空竟然接连使出了3大神通，他刚刚获得的一点优势在瞬间逆转，心中骂娘之余，只能全力运转剑元。双雪长剑之上的剑光亮的都成半透明状，一道道的剑气凝聚成实体，以双雪长剑为依托，将其包裹在了其中，形成了一朵巨大的青色剑莲。青莲剑歌，巨大的铁棒轰在了青色剑莲之上，整个大地剧烈的震动了起来，一圈冲击波夹杂着烟尘，向着四面轰然扩散开来，整个地面直接下陷了数丈，形成了一个方圆数里的深坑。孙悟空的法相天地神通解除，分身也变成一缕精气，重新回到了他的体内，半跪在深坑旁，大口大口的喘息起来。接连使出3大神通，又爆发出全力攻击，他的消耗极大，加上这密藏之地的巨大重力，没有直接躺在地上已经很不错了。那家伙怎么样了？死了吗？喘息了一阵之后，孙悟空向着深坑之中看去，穿过重重烟雾，看到了深坑最底部的情况。映入眼帘的一幕，让孙悟空的瞳孔不由得猛然一锁，一朵巨大的青色剑莲将洛白包裹在了其中。青色剑莲已经被毁坏的差不多了，布满了裂纹，但身处其中的洛白只是嘴角溢血，看上去并没有受什么太重的伤。这家伙好厉害，竟然硬接下了俺老孙刚才那一击。孙悟空眼睛亮了起来，胸中战意再起，澎湃的气势从其身上升腾了起来，一个纵身跳进了大坑之中，浑身上下太阳真火弥漫，向着青色剑莲冲了上去，直接就是狠狠一拳。原本就已经满是裂纹的青色剑莲直接崩裂开来，宛如玻璃一般全部碎裂成一丝丝的剑气消散不见。孙悟空的拳头继续向着其中的洛白轰了上去，却在即将轰到洛白面门的时候，一声怪叫收回了拳头，闪身躲避了开来。你这混蛋太阴险了，竟然使这等阴招！孙悟空怒瞪着洛白，看着其腰侧伸出的双雪长剑，刚才自己要是不收手的话，这混蛋的长剑可就向着自己下身刺过来了。
虽说未必能伤到自己，可这种险孙悟空还不想冒。堂堂一个剑仙，竟然使出这种撩阴的下三滥招数，太无耻了！什么叫阴险？我又没让你自己往上撞。洛白翻了翻白眼，擦了擦嘴角的血迹。刚才孙悟空那惊天一击，他虽然挡下来了，但受到的震动可不小，体内经脉有些都被震断了，短时间之内是没有再战之力了。撩阴剑这种下三滥的手段也是不得已，否则的话小命都没了，还管什么无不无耻的？你还有理了？今天俺老孙不打得你满脸桃花开，你就不知道花儿为什么这样红？孙悟空眼睛一瞪，脸上戾气一闪，就要发作。洛白慌忙摆手认怂：“停，不打了！这位兄台，咱们之间无仇无怨的，在这鬼地方相遇也算是种缘分，你干嘛一见面就下死手？太狠了点吧？”孙悟空挠了挠头，这场架的确是打得莫名其妙。说起来自己更多的是见猎欣喜吧，那就暂时停手好了。说说吧，你是什么人？为什么会在这三界秘藏之地？孙悟空身上的太阳真火收敛了起来，看着洛白一脸的怀疑之色。来这儿当然是寻宝的，难不成来逛街啊？洛白没好气的翻了个白眼，想我堂堂九剑仙洛白，英俊潇洒风流倜傥，人见人爱，花见花开，剑术无双，万人着迷。孙悟空一头的黑线，你能要点脸不？有这么夸自己的吗？给俺老孙说重点。洛白撇撇嘴，鄙人洛白，自号青莲剑仙，擅长吟诗饮酒。我是来这边荒地带寻宝的，想要找一把符合我身份的宝剑，结果宝剑没找到，却被困在这鬼地方，已经足足500年了。500年？你说你在这儿被困了500年？孙悟空心头咯噔一下，菩提祖师不是说100年之后无论有没有得到宝物都会被传送出去？这洛白怎么会被困了500年？100年自动传送出去？不可能的！对孙悟空的话，洛白想都没想，直接摇头。你那师傅估计是在安慰你，这地方典型的一片死地，有进没出，除非能够找到和自己心意相通的宝物，借助宝物之力破开屏障离开，否则困个几千年都不奇怪。你好像对这里很熟悉啊，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俺老孙跟你一起合计合计，这一人计短，二人计长，总会有办法的。洛白的确对这三界秘藏之地很熟悉，因为他已经在这儿困了500年了。任何一个人在一个地方待了500年，都不可能对那个地方一无所知。通过洛白的讲述，孙悟空总算是对这三界秘藏之地总有了个直观的了解。菩提祖师说这里是三界的秘藏之地，其实这就是三界的边荒地带。自盘古开天，上古洪荒诞生之日起，这边荒地带就一直存在在三界的边缘。后经过巫妖大战和封神大战，上古洪荒崩灭，红军道祖以无上法力重开天地，也同样是依托这边荒之地而来的。这边荒之地就是整个三界的诞生和延展之地，还处于天地初开之时的混沌之中，清气为天，浊气为地，所以根本就看不到什么日月星辰。整个三界就是被边荒之地包裹在其中的一个世界。边荒之地一直都在转化为现有的三界地带，每转化出一部分便会融入到三界之中。可以说三界一直都在扩大，虽然极其的缓慢，但因为边荒之地的存在，这个扩张是没有尽头的。除非有一天边荒之地彻底转化为固有的形态，这个边界才会最终确定下来。当年洪荒初定，分宝岩上红军道祖分宝，并非所有的宝物都被分走了，还有一部分遗留在这边荒地带，甚至有些宝物正处于孕育之中。洛白就是因为知道了这一点，所以才想尽办法打开了通往这边荒之地的空间通道，从三界进入其中寻宝。他是剑仙，就想得到一柄适合他的宝剑。只是这边荒之地一直处于混沌变化之中，到处都是天然形成的阵法禁制。你不懂阵法吗？孙悟空眉头挑了挑，你这剑仙不会只会用剑吧？当然不止，我还会吟诗喝酒。孙悟空心里有一句 MMP 很想脱口而出。来到这三界边荒地带也有一段时间了，他的身体已经渐渐适应了这里的强大重力。虽然腾云依然会耗费大量的法力，但平常活动却不受影响。你去哪啊？等等我啊！洛白还在扬着头等着孙悟空询问他都会怎么吟诗喝酒，结果孙悟空鸟都不鸟他，径直走了。这货只能收起架子，赶忙追了上去。这位兄台，你修为不高，但实力却是很强啊！你叫什么名字？咱们交个朋友吧。你刚才那是法相天地神通吧？我听说只有强大的炼体功法才能领悟这种神通，你学的是什么炼体功法来着？这洛白不但是个自恋狂，且话多的跟前世唐僧那个臭和尚有的一拼，吵得孙悟空都没办法专心感应阵法的规律了。给俺老孙闭嘴！孙悟空呲着牙大吼了起来：“你丫的再废话就给俺老孙滚蛋！想出去就老老实实闭上嘴巴跟着走。”洛白缩了缩脖子，但还是在孙悟空的瞪视之下，识趣的闭上了嘴巴。孙悟空这才长长的出了口气，闭目感应推算起阵法规律来。这边荒之地的阵法禁制颇多，而且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规律，有时候都不知道自己已经走入其中了。孙悟空只能走几步就停下来感应推算一下，发现进入阵法的话，立刻想办法破开阵法屏障出去。洛白在阵法之道方面属于真正的小白，只能紧紧跟在孙悟空身旁，生怕一个不小心给跟丢了。岁月如梭，一晃孙悟空和洛白在边荒之地之中已经走了10年。这10年的时间里，两人是走走停停，时间基本上都花在了破阵之上。要说走过的路程，恐怕还没正常情况下驾云半天飞的多。不仅仅是阵法，这边荒之地还有很多未开化的怪物，全都是混沌气息凝聚而成的，或者称为妖灵更合适一些。只不过基本上都没什么智商，只有破坏的本能。
发现有生命的物体就会直接发动攻击。这10年来，孙悟空和洛白干掉了不少，应该说绝大部分都是洛白干掉的。孙悟空基本上在忙着破阵，这差事就交给洛白了。这些个妖灵被干掉后，有很小的几率会留下一种龙眼大小的混沌色珠子，洛白称之为混元珠。孙悟空在3星洞天的古籍之中看到过这种珠子的记载，里面蕴含混沌之气，是炼气炼丹的绝佳辅料。上古洪荒年间的炼气士们多用这种混元珠来打造法宝炼制灵丹，只不过后来上古洪荒破灭，混元珠也变得机不可见，所以大多数炼气方法和丹方都失传了。现在整个3界之中，估计也就只有这边荒地带能够得到混元珠了。不过没点本事的话，就是真进来了，也会像洛白一般被困住，在一个地方来回打转。想要碰到妖灵，那跟撞大运没什么区别。运气不错啊，又收获了一颗混元珠，一剑将一个妖灵劈散。看着地上留下的混元珠，洛白脸上一喜，将其摄入到了手中，就想收起来，一人一个。这个是俺老孙的。孙悟空在一旁淡淡道：“这是我干掉的。”洛白脸色一苦，很是不情愿地张开了手，阵法还是俺老孙破开的。孙悟空翻了翻白眼，要不你来破阵，俺老孙去斩妖灵。不了，这斩妖灵的小事儿还是我来就行了。悟空，你还是专心破阵的好。洛白干笑了起来，让他去破阵，那又是被困500年的坟。孙悟空撇了撇嘴，继续破阵，向着前方走去。孙悟空可不是随便乱走的，这10年之间，他一直都在不断的变化方向，向着最有可能找到宝物的方向行进。但凡宝物均有灵性，会释放出各自独有的气息，这些气息被阵法禁制所掩盖，一般人察觉不到，但却难不倒孙悟空。每破掉一个阵法禁制，他都会进一步感应到宝物的聚集之地传来的气息波动，宝物择灵而居，所栖之处多为灵气汇聚之地。这边荒之地处于混沌初开的状态之下，灵气更为充沛，真正有灵性的宝物自然会往灵气最盛的地方汇聚。至于没有汇聚而来的宝物，要么灵性不足，要么孤傲难续，都不在孙悟空的考虑范围之内。又是10年过去，孙悟空和洛白2人来到了一处特殊之地，这里有9座山峰矗立其间，环绕成了一处圆形谷地，和其他地方的地形截然不同。悟空，你可以啊，这样的宝地都被你给找到了，这里面肯定有好宝贝。洛白看着前方的9座山峰，双目直放光，一步踏进了2座山峰之间的小道之中，下一刻却是一声怪叫跳了回来。怎么这么烫？洛白一脸见鬼的看着2座山峰之间的通往山谷之内的通道，他刚才一脚踏进去就跟进了火炉一般，半只脚差点没被烤熟了。可是放眼看去，一片空空荡荡的，并没有什么不对啊。孙悟空眼中金光闪过，禁锢的道路在眼中顿时变得不同了起来，一团团的火焰充斥在道路之上，这些火焰在破虚神眼之下呈火红之色，孙悟空能够感应到其中充斥着的火热之力，绝对胜过他的太阳真火。除了火焰之外，还有一团团的蓝色冰焰，同样也是漂浮在道路之中。这些冰焰里充斥的是和红色火焰截然不同的冰寒之力。就孙悟空的感觉来看，碰到一下怕是整个人都会被冻僵。这些火焰和冰焰哪来的？孙悟空将情况对洛白说了说，洛白一脸的惊讶之色，同时对孙悟空的本领又有了新的认识。在他看来，空无一物的通道，在孙悟空眼中却能看出其中漂浮的火焰和冰焰。不用说，孙悟空的眼力绝对非比寻常，这莫非又是一种神通？俺老孙怎么知道哪来的？孙悟空并不知道洛白心中所想，他也没那么心思去管洛白的心思。现在要考虑的是，怎么通过这充满了火焰和冰焰的通道，进入到山谷之中去。危险和机遇往往都是并存的，越是危险，度过之后得到的收益也就越大。这进入山谷的通道之中，充满了威力惊人的火焰和冰焰，而且还是无形之物，一般人根本就看不到。这也就表示山谷之内极少有人能够进入其中，肯定留下了不少的宝贝。待俺老孙试试这些火焰和冰焰的威力线。迈步走入通道之中，孙悟空伸出了一只手掌，太阳真火包裹其上，向着一团火焰伸了过去。太阳真火和漂浮的火焰团一接触，立刻便被吸了过去。孙悟空心下一惊，赶忙终止了太阳真火的释放，吸收了太阳真火的火焰团，依旧不依不饶地向着孙悟空手掌之上蔓延而来。一丝灼烧的刺痛感从手上向着全身扩散开来。不好，退！来不及多想，孙悟空赶忙后退，一个闪身跳出了通道，已经蔓延到手臂之上的火焰骤然熄灭，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一般。但手臂上那明显的烧伤痕迹却清晰地提示着孙悟空，刚才的感觉并非只是幻觉。好可怕的火焰！孙悟空的8、9玄功已几近大成，早已是水火不侵之体，更别说他这一世还拥有了太阳真火。一般的火焰根本就损伤不了他丝毫，可这通道之中漂浮的火焰却连太阳真火都能吞噬，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就灼伤了他的手臂，破坏力之可怕简直匪夷所思。运转玄功，孙悟空手臂上的伤势很快恢复消失不见。这一切一旁的洛白已经全都看在了眼里，虽然他看不见火焰，但火焰在孙悟空手臂上造成的伤势却是显而易见。这通道之中漂浮的无形火焰破坏力之大，绝对超过他的想象。这火焰的杀伤力很大，绝对不能触碰。孙悟空皱眉道：“冰焰俺老孙还没尝试，不过恐怕比火焰的杀伤力小不了多少。想要进去，只能尽量避开那些漂浮的火焰和冰焰。避开？”洛白瞪大了眼睛，开什么玩笑？我都看不见，怎么避开？那个多问一句，要是没能避开，撞上去了会怎样？孙悟空脸上一片淡然，也不会怎么样，顶多被烧成灰而已。洛白脸都绿了。悟空，不，猴哥，你就别跟我开玩笑了。孙悟空挑了挑眉，我说的都是实话，无论是火焰还是冰焰，破坏力都极大，而且会顺着身体一直燃烧上来。
除非退出通道或者穿行过去，否则根本不会熄灭。一旦碰上，绝对没命。洛白无语了，那猴哥，这么危险的话，我们可怎么进去啊？富贵险中求，越危险就代表里面的东西越宝贝。俺老孙可不会就这么打退堂鼓，是肯定要进去的。孙悟空眼中闪过了一道金芒，那我怎么办？猴哥，你可不能扔下我不管。洛白一把抱住了孙悟空的腰，一脸楚楚可怜的样子。咱们可是一路风雨同舟的好兄弟啊！猴哥，你舍得扔下我吗？孙悟空一脸恶寒，猛地用力挣开了洛白的手臂。滚！再恶心人，俺老孙就真把你扔下。这么说，猴哥你不会扔下我了？太好了，你要怎么带我进去？洛白一咕噜从地上爬了起来，基本的变化法术你总会吧？把身子变小，躲到俺老孙身上来，俺老孙带你进去。洛白看不到漂浮的火焰和冰焰，孙悟空能看到啊。以他的实力，小心一些避开火焰和冰焰就行了。洛白只要变小身体依附在他身上，他自然可以将其带进去。好办法，我怎么没想到？还是猴哥你聪明。白眼睛一亮，当下二话不说，身形一晃，身体缩小成了蚂蚁大小，直接跳到了孙悟空的衣领里。孙悟空也没再耽搁，身形一晃，向着通道之中冲了进去。通道之中漂浮着的火焰和冰焰都没有什么定性，有大有小，忽左忽右，毫无规律可言。孙悟空也是依靠着破虚神眼，才能抢先一步发现火焰的运动轨迹，提前规避。否则的话，换个人进来恐怕走不了几步，全身上下就会成为一个巨大的火球或者冰球。该死，这些火焰和冰焰怎么越来越密集了？越往通道深处走，四周漂浮的火焰团和冰焰团就越密集，有很多地方根本就容纳不了一人通过。孙悟空自己也得变小身形了。洛白，我马上变小身形，你跟着我走，千万别掉队。交代了一句之后，孙悟空身形一晃，也变成了蚂蚁大小，腾空而起，向前飞去。现在他也顾不得强大重力会消耗大量的仙元法力，赶紧通过这通道进入谷中才是正经。洛白一下就懵了，反应过来的时候，孙悟空已经飞出去了，吓得他脸色一白，赶忙跟了上去。这要是跟丢了，那他小命可就没了。孙悟空带着洛白在密集的火焰和冰焰团空隙之中穿行着，快了，就快出去了。前方已经隐隐有着亮色传来，孙悟空心头一喜，速度陡然增加了几分，终于只剩下最后一个空隙了，穿过去就能进入山谷之中。孙悟空心下一喜，正要加速通过，却陡然发现右边一团冰焰忽然变向冲了过来，他是刚好能够躲过去，洛白却一准会被撞个正着。一咬牙，孙悟空陡然停了下来，反身一把抓住了洛白的胳膊，将其直接甩出了空隙。而下一刻，孙悟空却被冰焰给砸了个正着，几乎是瞬间就被冻成了冰块，变回了本来的大小，重重的摔落在了山谷之内的地面之上，咔嚓一声脆响，摔成了一地的碎渣。猴哥，洛白已经变回了原本大小，一声悲呼向着地上的碎渣扑了上去，脸上满是悲痛之色，两行眼泪夺眶而出。你怎么就这么死了？为什么要救我？不值得啊！哭得这么伤心，看样子你对俺老孙还有那么一点真情实意吗？就在洛白伤心垂泪之时，孙悟空戏谑的笑声忽然从一旁响了起来。洛白眼睛猛然一睁大，猴哥，你没死啊？洛白满脸惊喜的冲到孙悟空身旁，俺老孙可没那么容易死。孙悟空嘴角带笑，拍了拍洛白的后背，那是俺老孙的分身。孙悟空轻笑道。这么一说，洛白立刻就明白了，刚才孙悟空在电光火石之间将他甩出的同时分出分身替代了自己，真身趁着分身被击中的瞬间逃了出来。猴哥，我洛白服了。洛白向着孙悟空郑重的抱拳鞠躬行了一个大礼。孙悟空笑了笑，然后将目光转向了山谷之中，眼中金光直冒，破虚神眼将山谷扫描了一遍。相比较通道之中的火焰和冰焰，山谷之中基本没有危险，至少孙悟空没有看到有什么危险，连阵法静止的波动都没有。危险没有，宝光孙悟空却看到了不少。这山谷之中的确是一块宝地，各色宝光汇聚，在破虚神眼之下一览无余。孙悟空一眼就相中了宝光最盛的一处，还有一处光彩虽然不是很亮，但孙悟空却觉得它和那宝光之间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行了，山谷已经进来了，俺老孙看过了，没什么危险，我们各自去寻找宝物吧，能得到什么宝物看各自机缘。孙悟空扔下一句话，施展出缩地成寸之术，向着宝光最盛的地方飞掠而去。两三个闪身之后就没了踪影。猴哥，我们在哪会面啊？洛白大喊了起来。可孙悟空早已去得远了，只能无语的撇了撇嘴，闭目感应了一下之后，找了一个给自己最强烈感受的方向跑去。他可没有孙悟空那样的破虚神眼，看不到山谷之中的宝光区别，只能按照自己心中的感受来了。没有阵法静止的限制，单纯的重力基本影响不了孙悟空的行动。很快他就来到了宝光最盛的地方，这里是山谷之中的一处凹地，一颗珠子静静地躺在凹地正中，就只有鸽子蛋大小，看上去呈现灰白之色，并没有什么奇特之处，肉眼看上去也没有丝毫出彩之处。但孙悟空的破虚神眼却分明看到了其内蕴藏着的夺目宝光，几乎盖过了这山谷之中的所有宝物，这肯定是件好宝贝。孙悟空眼睛微微眯了起来，深吸一口气走上了前去，伸手向着珠子抓了上去，结果手掌却是径直从珠子之中穿了过去，抓了个空。孙悟空一愣，有些不敢置信的又抓了两下，还是一样的结果，全部都是从珠子之中穿过，就好像这只是个立体影像，并非实物一般。可破虚神眼看得清清楚楚，这珠子的的确确就在这儿，并不是什么影像，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孙悟空的眉头皱了起来，
果然好宝贝是没那么轻易就能得到的，这明明就站在宝物面前，却如镜中花水中月一般，就是抓不到，真是有够悲催的。难道又是什么阵法禁制？一个念头在心头闪过，孙悟空眼中金光大盛，破虚神眼全力催动观察起来，可是并未发现有丝毫阵法禁制的迹象，神念也感应不出任何的不妥来，真是奇了怪了。或许这珠子需要特殊的收服之法。孙悟空想起了三星洞天藏书阁古籍之中记载的有关天地宝物收取的方法，有以法力强行收服的，有直接收取的，还有以心血祭炼的，但都不适合眼前这种情况。想来想去，或许只有一种方法可行了，用浑元真灵来祭炼。到底要不要用浑元真灵来祭炼尝试收服？孙悟空有些犯难了。虽然破虚神眼显示这珠子是难得的宝物，隐藏的宝光远超山谷之中的其他宝物，可这到底是什么样的宝物，他现在也不清楚。万一是空有宝光，实际没什么用的东西怎么办？围绕着灰色珠子转了几圈，孙悟空又尝试了各种不同的方法，还是没法触碰到珠子。这珠子就像是处在另一个空间之中一般，但仔细用神念查看，却能够查看得到。看样子，除了魂灵真元祭炼之外，真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收服这宝珠了。拼了！猴死鸟朝天，不死万万年！猛地一咬牙，孙悟空下了狠心，想要得到重宝就要甘冒奇险。孙悟空盘腿坐了下来，用魂灵真元祭炼收服宝物极为凶险，容不得半点的马虎，需要一点一点慢慢进行渗透祭炼，所要消耗的时日不可预估。菩提祖师说过，100年期限一到，他就会被传送出去，也不知道是真是假。万一属实，那现在已经过去了20多年，可真没多少时间再耽搁了。一丝丝的金色丝线从其眉心之中蔓延而出，向着前方地上的灵珠蔓延而去，开始了浑元真灵的祭炼。浑元真灵之力蔓延到了灵珠之上，这次终于触碰到了灵珠的实体。孙悟空心下一喜，看样子这浑元真灵祭炼的路子总算是走对了，这灵珠还真得用浑元真灵来祭炼才能收服。将心中的激动按捺住，孙悟空收敛心神，全力催动自己的浑元真灵向着灵珠之上包裹而去。浑元真灵祭炼不同于其他的收服方法，中途和宝物之间的关联不能中断，否则释放出去的浑元真灵之力就无法收回，立刻就是重伤的结果。就在孙悟空催动浑元真灵祭炼灵珠之时，山谷的另一端，洛白也找到了他想要的宝贝，一把和他的气息最为相配的神剑。此剑悬浮于离地3丈的半空之中，剑身呈青红之色，一道道的紫电青火缠绕其上，一黑一白2条光链从天上和地下延伸而出，将这把神剑的2头牢牢锁住。神剑的所有神威和宝光也都被这2条光链给锁住。洛白二话不说，召唤出双雪长剑，向着从天空之上延伸下来的白色光链，狠狠一剑斩了上去。他进入这边荒之地来，就是为了寻找专属的神剑的。现在神剑就在面前，却被禁锢住了，当然要不惜代价解除禁锢，将其收归己用。双雪长剑和白色光链交击，发出了一声震天的轰鸣，白色光链骤然断裂开来，一股强大的破坏力从轰鸣之处顺着双雪长剑反弹回来。洛白如遭雷击，整个人如同断线风筝一般抛飞了出去，重重的摔倒在地，直接一翻白眼晕了过去。山谷的另一边，正在催动浑元真灵炼化灵珠的孙悟空心下一动，洛白那边传来的波动他也感应到，这么强烈的震动，力量冲突绝对非同小可，只是他现在根本就无法分心他过，只能继续收敛心神催动浑元真灵。小白，俺老孙现在是自顾不暇，帮不上你，咱们俩都只能够靠自己了，自求多福吧。